显化不是想要什么，而是成为那个频率。我曾经以为显化是许愿，是说出我想要的东西，然后宇宙会送给我。我写下清单，做视觉版，说肯定语，却总觉得自己好像还在等那份丰盛，等那段爱情，等那个机会，等宇宙终于听见我的声音。但我没等到，至少不是以我期望的方式来到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方法不对，还是我不够相信，不够清楚，不够积极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次静心中听见一句话：你还没成为那个能接住你渴望的自己。这句话像雷声穿透我才猛然发现，我一直在想要一些不属于我当下频率的东西，就像拿着 AM 收音机，却想听 FM 的节目。不是节目不存在，而是我没调到对的频道。我以为宇宙没给我，但其实是我还没准备好接收。显化不是向外抓取，而是向内调频。它不是你要什么，而是你是谁。你渴望爱，但你内在是否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？你想要丰盛，但你是否已经活在匮乏的念头里？你追求自由，但你是否仍紧抓着过去的束缚不放？我们总以为改变的是外在，但真正要转动的是自己的状态。显化不是一场向外的努力，而是一场回到自己的旅程。当我开始问自己，我渴望的这个愿望，如果实现了，我会是怎样的状态？那个版本的我有什么样的情绪、思想与行为？我才懂得，真正的显化是提前成为那个版本的自己。你要爱，那你先活得像一个有爱的人。你要丰盛，那你先练习感受充足与感谢。你要自由，那你先松开对控制的执着。不是等实现后才转变，而是你一转变，实现才会自然靠近。因为宇宙不回应你的话语，它回应的是你的震动。当你内在开始震动出爱、丰盛、自由的频率，那些对应的实相就会像磁铁般朝你而来。这过程不是催促，不是压力，不是努力想象成功，而是温柔的对齐、信任、放松、打开。你不是去追梦，而是成为梦。你越像你渴望的那个实相，你就越靠近它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成为了谁。我开始每天问自己，今天我可以怎么活得更像我渴望的样子？我可以怎么在现在就感受到那种频率？不是等着什么来发生，而是让现在就开始发光。于是生活开始变得不一样，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一点一滴的改变。不是靠着外力施压，而是内在自然开展。不是短暂的激励，而是持续的调频。我不再只是想要，我开始就是。当我就是的时候，宇宙也就这么是。这就是显化的秘密。不是你写下什么梦想，而是你是否已经开始成为梦里的那个自己。人生中有些门关了，有些愿望迟迟未实现，是因为机会不在了，时机错过了，或是宇宙尚未允许。我们等待某个讯号、某个人、某种奇迹，来为我们打开那道通往梦想的大门。但在无数次等候落空之后，我开始怀疑，那道门真的关了吗？还是其实我从未真正靠近过那把钥匙？有一天，我在极深的安静里，
感受到一种声音，他说：门一直都在，只是你还没选择敞开自己的心。我愣住了，我以为我要努力做对什么，变得更好，准备更周全。但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真正要打开的，从来不是门本身，而是我自己的心。显化不是宇宙的施舍，而是一种共鸣。你的内在关着，外在自然无法进入。你怀疑，你紧张，你关闭，你急着要控制怎么来。这些频率就是让门看似关上的理由。但宇宙从来没把你隔绝在外，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后，等你手握钥匙。而那把钥匙就是敞开的心，是一颗愿意信任、愿意接收、愿意流动的心，不是硬撑着祈求的心，而是柔软、平静、稳定的心。我曾经总是想，我要怎么创造显化？但后来我问自己，我是否真的准备好让自己接住那份丰盛？我是否真的相信我值得拥有我渴望的生活？我发现，其实我没有。我还在怀疑，还在恐惧，还在设定条件。我想控制一切发生的方式，却没有勇气真正打开内在的信任。原来我没发现，我把自己锁在心门之外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不再那么用力想要，而是开始让自己打开。我开始练习放下执着，放下时间压力，放下非得某种结果的急切。我只做一件事，让自己的心变得宽敞。我开始问自己，什么会让我感觉被支持？什么会让我感觉轻盈、开放、信任？如果我已经拥有了那个愿望，我此刻会是什么样子？然后我试着先活进那种状态里，先活出接收的版本，先成为愿望的容器。不是在等门开，而是让自己就是那把钥匙。而当我这样做了，真的有些事开始改变。一些人来到了生命中，一些机会悄悄展开，一些原本迟滞的能量忽然就动起来了。我没有做得更多，我只是让自己更打开。那一刻我明白，显化的门从不曾关上，只是我们总把心锁住，以为锁的是现实，其实锁的是可能性。当你敞开心，世界自然靠近。当你相信自己值得，宇宙自然呼应。那不是奇迹，那只是你终于选择了靠近自己真正的力量。所以我不再问门什么时候会开，我开始问我是否愿意打开心，现在就让它进来。答案总是愿意。现在就打开。我们活在一个强调做什么才会得到什么的世界里，我们被教导去努力，去拼搏，去控制一切的发生。但在一次次的撞墙与疲惫中，我开始怀疑，难道改变只能靠外力？为什么我那么努力了，现实还是没动？为什么我把每一步都照规划走完，结果却还是不如预期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了一句话，它像一个转捩点，打开了我的感知。能量永远先于现实改变。我开始反思，那些真正为我带来转变的时刻，其实不是来自某一个具体的事件，而是来自我内在的一次次放下与打开。像是当我停止埋怨，奇迹就悄悄来了。像是当我愿意对自己的恐惧诚实，机会才开始流动。像是当我不再抓住某个非得怎么样的剧本，宇宙给我的安排反而超出我所能想象的美好。
这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立刻改变世界，而是因为我是谁，开始改变我与世界的关系。能量就是你当下的状态，你的情绪、念头、信念、内在的震动。当你的能量还在焦虑、抗拒、匮乏，外在就会像一面镜子，把这些全都显化出来。但当你开始转变能量，不是用压抑或伪装的方式，而是诚实的与自己对话，与情绪共处，与信念和解，那股你以为改变不了的命运也会随之转向。我记得有段时间，我陷在一种怎么做都不够的状态，我逼自己更努力、更积极，却只感觉越来越累。后来我停止了所有外在的计划，我什么也不做，只静下来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如果现实没有变，我可以先给自己那种感受吗？于是我开始每天练习，不是去创造结果，而是去成为那种我渴望的状态。我练习感谢，即使没有新进展；我练习放松，即使还没看见成果；我练习稳定，即使环境还在动荡。我发现，当我内在的能量转变了，我与世界的关系也跟着变了，人际变得和谐，机会自然涌现，甚至一些我过去很努力都得不到的事，在我最不强求的时候悄悄实现了。不是因为我外在的条件突然改变，而是我内在的能量先换了频道。这是我真正理解吸引力法则的起点，不是只是在想象愿望，而是让自己的状态对得上那份愿望。你想要爱，先让自己成为温柔的能量；你想要丰盛，先让自己活出不匮乏的节奏；你想要自由，先让自己松开内在的束缚。当你的能量对了，现实才会动。当你的心先打开了，门才会开始敞开。奇迹不是发生在外面的天时地利，而是从你愿意改变的一个念头、一个选择开始发生。所以，真正的行动从来不是向外冲刺，而是向内调频。当你从内在开始发光，世界也会像一片水面，映出那道你本就拥有的光。奇迹不难，只是安静的等你，先成为可以接住它的人。我们总以为显化来自许愿，来自说出渴望，设定目标，描绘未来的画面。但真正的显化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请求，它是一种邀请，是一种来自你灵魂深处的讯号，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。而那个准备好的起点，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，而是一次又一次你选择相信自己的时刻。不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，而是你即使不知道，依然选择相信，我可以。那是一种很细微的震动，它不大声，也不华丽，但宇宙听得非常清楚。因为每次你相信自己，都是你把意识的方向从恐惧转向信任，从怀疑转向允许，从等待转向创造。那是一种频率的转变。你从我希望我能够的频率，变成我知道我值得的频率。而显化不是根据你的愿望大小而决定是否实现，它是根据你此刻的状态，是否准备好去接收。你越相信自己有力量、值得、准备好，你就越像一个稳定的容器，能承接下那些灵魂早已为你准备好的实相。我曾经也不懂这个道理，我努力许愿，练习显化法则，
设定丰盛目标，却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。直到我开始静下来看见，我其实从没真正相信自己配得起那些愿望。我怀疑自己是否够好，我怀疑宇宙是否真的支持我，我甚至怀疑我的梦想是否太天真。而这些怀疑就像一道道维系的墙，挡在我与愿望之间。不是宇宙不给，是我的频率不允许进入。直到我开始改变，我不再从结果去评估自己，我不再从别人的眼光来衡量价值。我开始练习一种很简单的事情，每当我怀疑自己，我就选择再相信一次，不是压过恐惧，而是温柔地拥抱它；不是假装没事，而是在摇晃中稳住内在的声音。我可以的，我值得的。我虽然还不完全明白，但我愿意走下去。这样的语言就是灵魂的语言，这样的态度就是显化的邀请。不是急着实现什么，而是安定地活成愿望的震动。我发现，当我越愿意相信自己，我越看得见，原来世界早就准备好了。那些我以为遥不可及的东西，不是要靠追赶才会来，而是我先要成为能接住它的人。而相信自己，就是让我打开那道门的方式。所以每一次我选择相信，我就感觉自己又靠近灵魂一点，又贴近那份真实的生命蓝图一点。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有意识的对齐。我不再害怕慢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步相信都是我与宇宙共同创造的痕迹。我也不再执着快，因为我看见每个当下都已经是显化的起点。现在的我明白了，显化不是一场结果，它是一种选择的累积，是一种日复一日愿意温柔地站在自己这边的行动。而那一份信任自己，就是最深的魔法。我们太习惯问，接下来呢？我该往哪里走？下一步是什么？如果做错了怎么办？我们把太多的焦点放在未来，却常常错过当下的讯号、直觉与安排。我也是这样一路走来的，总想预测未来，计划全部，仿佛只要万事准备好了，我才能放心开始。但我也因此经常陷入一种矛盾，事情还没发生，我已经先紧张，先担心，先退缩。直到某天，我实在太累了，我不想再拼命思考、设想、控制。我只是坐下来，问自己：如果我只活在这一刻呢？如果我选择相信现在的自己就是对的呢？那一刻，整个身体松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找到了答案，而是因为我停止了逼自己去找。我开始明白，我们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未来的保证，而是现在的信任。当我真正安住在当下，我才感觉到，原来这里已经有我需要的一切线索。我的呼吸在告诉我我还活着，我的心在提醒我什么才是重要的，我的身体在说，你已经走得够远了，可以慢一点。那是一种深刻的重整，一种从要做什么转向我现在是谁的安定。当我不再急着奔向某个目的地，我才看见脚下的路其实一直在为我铺展。我开始记录那些细微的变化，某天的直觉特别清晰，某个错过的机会竟意外带来新的空间，某段让我焦急的等待竟成了灵感诞生的温床。这些都不是安排好的剧情，而是我一旦信任当下，
它就自动展现的支持。宇宙没有要你一次看清全部的地图，它只是要你在这一刻选择站稳自己的信任。你只需要相信这一步，下一步自然会来。当你全然活在当下，你不再是被时间追赶的人，你开始成为与宇宙同步的创造者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搞定的，而是因为你对了频率，它就自动对上你。你不再是那个推动一切的齿轮，而是那个愿意对齐的人，然后一切开始为你铺路。这不是放弃行动，而是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是从内在出发的稳定与开展，是从信任而来的松动与拓展。我开始每天问自己，我能不能信任现在就是我该在的位置？我能不能把当下活好，而不急着证明什么？每当我愿意这么做，我就感受到一种力量，它不是剧烈的推进，而是一种静静为我打开心路的流动。那是一种最深的合作。我信任此刻，宇宙铺展未来。你不需要等一切完美才开始，你只需要在每一刻选择相信自己，相信此时此地的安排。因为真正的路不是在远方等你，它早已在你相信的那一刻悄悄延展开来。我们总以为奇迹是偶然发生的事，像是命运特别眷顾的瞬间，像是某种外在力量突如其来的为我们撑开世界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奇迹其实不是来自外面，它是我们内在状态的回声。不是谁施予，而是你准备好了；不是天赐，而是你对齐了。那个准备好的自己，不是更有钱、更成功、更懂得把握机会的版本，而是那个愿意调高频率、选择相信的你。我曾经困在一种匮乏的循环里，总觉得自己不够，时间不够，资源不够，爱不够。那份不够，像一个看不见的网，让我怎么动都无法真正前进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，不是那种做太多的累，而是一直用错频率的累。我终于问自己，如果我调高频率，不再去想缺什么，而是专注于我已经有的呢？如果我选择相信，而不是怀疑呢？那一天，我没有马上变得幸福，但我开始感受到某种清澈的能量从内在升起，不是热血，不是激励，而是一种温柔但稳定的震动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颗被擦亮的水晶，开始与不同的可能性产生共振。我发现，原来奇迹不是从外面走来，而是因为我变了，所以能靠近我。这世界的所有可能性都不是靠追的，而是靠你变成那个对应的自己来迎接的。你想要遇见美好，那你先成为能够感受美好的人。你想要被爱，那你先成为不再怀疑爱的人。你想要自由，那你先成为能信任自己选择的人。频率是一切显化的钥匙。我们都曾在低频中生活过，在担忧、否定、自我批判的频道里，不断重复为什么我还没拥有我想要的生活。但真正的转变从来不是发生在你得到了什么之后，而是你选择相信的那一刻。相信你值得，相信你正在被支持，相信你正走在对的方向上，即使眼前还没有证据。因为能量先于现实，你的选择就是你与宇宙说话的方式。当你调高频率，世界会听见，它会用一种安静但坚定的方式回应你。
让你在转角遇见对的人，让你在放下后收到意外的讯息，让你在本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刻看见了出口。这些听起来像奇迹，但其实是你振动的自然结果。从那之后，我不再执着于怎么让愿望实现，我只问自己，我今天的频率是什么？我练习感恩，练习觉察，练习不急着证明什么。我开始让每一个选择都对其信任与爱。然后我发现，美好开始一个一个靠近，不是用力抓来的，而是自然来到的。当我对准了，当我稳了，当我选择相信了，奇迹便一路走向我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